OK，大家好，终于来到今天了，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那今天这集很特别，就是我终于完成我心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计划我计划了很久的一个小小的愿望，这样讲比较顺。OK， 就是呢，我买了，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说我会抓一只这个 Eugene Cranes 的这个手表，也就是 SRPL 的91，我没有买93，因为91我觉得比较复古，它是银色的放射纹的那一款。那大家应该知道这个 NASA 任务的这个主任 Eugene Cranes。OK， 他们后来就叫这一只表叫做 Gene Cranes。OK， 他戴过的很经典的6119-8460，它是它的一个复刻版。OK， 那我今天拿到了，我就等不及的想要来开箱跟各位做分享。OK， 那除了买这个之外 ，OK， 我也买了一个 Fortner 的表带。OK， 那大家知道是什么表带吗？OK， 这当然看不出来了。OK，Fortner 的 Comfort Mesh，也是他们最经典的，就是他们讲的那个 Comfort 的那一个表带，就是太空人因为穿太空衣嘛，那时候不是第一个玻璃上太空会被压力压爆，所以他们用了亚克力的这个表镜的这个镜面。那因为太空人的宇航服很厚，所以一般的表带也不敷使用，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 Fortner 帮他们设计的这个缠绕带。OK， 那就是当年太空人真的用来登月，搭配 Omega 的 Speedmaster Moonwatch 的那一条网状带。那听到这边，你可能会问有一个问题，就是吉米啊，你是不是在开玩笑？Moonwatch 已经就是搭配这个表带，你怎么会拿来搭这个 Eugene Cranes 的这个手表呢？我心里面想的就是说，因为我的那个 Moonwatch 已经搭配了，我觉得还蛮好看，有点像321的 Moonwatch 的那一款的 Uncle Strap 的3版带。我觉得那条的状态已经是我搭配到我心里面觉得已经有95分、100分的这个阶段，所以我就没有想要再买 Comfort 来搭配那一个表带。那我就想说，那刚好 Eugene Cranes 这一支出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干脆就把 Comfort Mesh 装来这上面，因为刚好这一支表跟它也是跟 NASA 也是有渊源的。这样我觉得这样搭起来有点那种跨时空致敬的味道，就很像是 Moonwatch 的弟弟穿上了哥哥的衣服我觉得一样帅到不行。OK， 老实说，今天这只表我也期待了非常久。那它是这个 Seiko 5 Sports 的 SRPL 哦，你们看，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精工5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红色的盾牌。这个红色的盾牌本来就应该回来嘛，为什么没事要改成把那个5改成像 S 一样，就是就是没有那个味道了。就是你们设计师不要每次为了改而改，就是保持原样，不是挺好的吗？OK，打开说，OK，它外面用的这个像是有点像是 Grand Seiko 的那种盒纸，OK， 但它应该是一个 OK 这个纸，然后里面有一些说明书保护卡，那些东西我就不看了，因为那些东西也不好看。OK， 我们把它放到旁 ，put aside， 放地板上面。OK，这只表其实定价也就大概1万块台币左右，那大概就是一个比较浮夸的晚餐，或者是一双碳纤维的 Kobe 的复刻款的价格。那其实它的背后的故事当然包含了直通这个 NASA Apollo 11，还有这个 Eugene Cranes。那这种性价比，我觉得就是真的 Seiko 值得被关注的一个很大的魔力。OK， 那我们看到这个表 ，OK， 它上面有一个 tag 写 REF SRPL 91。那其实它原本附的这个表带就还蛮好看的，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搞表带的人，so，我还是决定就是搞一个自己喜欢的表带。OK，那现在我们就来暴力的拆这个。我先说，就是表的本身的这个放射面盘，我觉得它是比黑色
还要更吸引人的，因为它怎么讲呢，就是给人一种低调又不无聊的感觉。那日常佩戴也不会觉得很突兀，对。然后你再看到，这个这个叫做 Seiko 5的这个很经典的这个logo， 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复刻回归满满的，就像在跟我们这些老粉丝说，你还记得当年你的第一只机械表吗？就是我们精工的 Seiko 5啊。OK， 我觉得我要先卡一下，因为这东西插的有够难弄的，苦，费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把这个手表是给拆出来了，我真的是要吐血了，就很细心，很细心，真的很让人感到吐血。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银色的这个放射面盘，然后Seiko 5的这个 logo， 满满的情怀。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 Seiko 5用的是比较现代化的 logo。那这一颗完整回归的盾牌，我真的觉得很有质感。那灯光下，你们可以看到这种柔和的渐层，跟一般的银色的面盘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它的这个箱型的这个叫做什么 Harlex 强化玻璃，又给人一种有点像是泡泡一样的那种折射感。OK。那我知道很多人把这个 SRPL 的91跟93称为这个 Strap Monster， 那我知道这不是乱讲的，它的表耳到表耳只有 44.7， 那手表的尺寸呢，其实宽度只有 38.2， 那是因为它是鲍鱼壳或者是你们可以叫它枕头型的壳的缘故，所以它视觉上会有一点放大的效果。那其实它什么表带都可以驾驭，那钢链是原厂的这个多链节的表带，是这个高压铸成型的这个表扣 ，OK， 有一段式的这个微调，那基本上1、2、3、4、5，它算是一个5节带。那对我来说呢，你们知道的，玩这种中低价位的手表，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玩表带 ，OK。所以今天的故事绝对不是只有这一只手表，还有我们等了半个多月的这个 Forner 的这个Comfort Mesh，OK， 这条表带真的大有来头。当年呢，这个 Speedmaster 的 Moonwatch 就是靠 Forner 这个固定带固定在外太空衣的这个外面。那你说这个故事感够不够？再加上本身它是那种网状的设计，其实就算是我们现在日常戴，它也是透气舒适，戴起来比原厂链带还有那种工具表的感觉。而且重点是很有那种6、70年代的味道。你知道吗？当初我买这条链带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点挣扎，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 Moonwatch 已经做到一个我很满意的状态。那我一直找不到理由，就是说我再去买一个你懂吗？再去买一个这个表带，再去搭它。我知道它是经典的那一个登月他们用的那个表带，但是我就觉得很矛盾。OK， 所以我就想，后来是因为真的前阵出了这 SRPL 之后，我才发现，那有的时候玩表就是这样子，就是很不理性，但是又很开心。就像明明有人已经有一台大马力的跑车了，但是你却还是想要帮家里面的这个小车贴个赛车贴纸一样。你知道它不是真正的赛车用的跑车，但是你就是觉得这样搞一下，心里面就很爽。好，那我们就来装这个表带吧。首先大家知道的拆表带，有些人会在下面垫个东西，但是因为我在拍摄的缘故，我就不太想要去垫一个东西在下面，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出奇怪的声音。那我就直接放在我的这个木头桌子上面，因为这个木头其实是玫瑰木，那玫瑰木本来的材质就偏软，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它会伤到手表本身。OK， 其实拆表带非常的简单，一个升表耳的这个钳子，一个大概30块50块，反正这东西超级容易坏，真的不是我在讲。OK， 我先看一下它原厂跟我准备的这个 Spring Bar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OK， 我准备的 Spring Bar 稍微多了2个 mil， 所以应该是要用它原厂的，但是用它原厂的带子，它的末端的 end link 可能就会掉下来。我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子。我现在拿掉了，果然没错，它的 end link 掉下来了。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因为毕竟它这个是比较粗的 spring bar， 我相信它在这样设计的时候应该是有它的道理吧。我先看看这个可不可以塞进去。Yes， 非常好，完全塞得进去。好，那我们先把表带收起来。我是劝大家就是在换表带的时候，你就记得什么表带放在原本什么样的盒子里面，就都不要去动它就对了。它原本是什么样来，你就怎么样放进去。那以后你真的要卖表或要处理掉它的时候，你就不会找不到，东西都不会缺。OK， 我跟你讲，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然后通常呢，我会把这一个原厂的这个 tag， 我也会把它收起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大家可以去把它培养起来。OK，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个表带要怎么来使用。其实我也没有用过这个表带。好 ，OK， 它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定位之后呢，就把它 clip 上去，对吧？所以意思就是这一节在这边，这一节在这边。OK， 跟我们原本的表带的概念很像，也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好，那意思就是这一边会是在4点钟的位置，也就是 OK 这样子。OK， 好，知道了。其实装表带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嘛，就是插进去，拔出来，乖乖。OK， 通常我会先对一个洞。然后这个因为它可以伸缩，因为这个是universal fit， 所以我通常都会先直接把它弄好。OK， 然后第一次没成功，我们再来一次，先把它的弹簧这个 bar 先推进去，然后再推我们的 spring bar。OK， 听到 clap 一声，那就是我们装对了，我们装好了。那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装表带，所以我会先把表带放到最松的状态，这样子我们操作起来比较方便。OK， 那一样，因为它这个的表带，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弹簧的，因为它设计是 universal fit， 所以它是要让大部分的手表都可以去装它。那它有2个 size， 我这个 size 是大的 size， 好像是19、20、21、22吧。那它有一个比较小 size， 好像是18、19、20、21。那一样，我们就是 spring bar 塞进去之后，先让它出来一点点头，然后你看这样 spring bar 会滑出来，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对准表耳的这个洞。其实真正的换表带还是贴个那个保护的纸胶带，或者是避免你刮到的东西去保护它比较好。但是因为我的手我自认为还蛮巧的，拆了这么多年，我基本上没有伤到过表耳。但我知道我这样拆很多人会有意见啦，但是 I don't give a damn， 刮伤了我也不会卖它，对吧 ？OK， Wow， see it's good right？ Wow， I don't know why I'm whispering but it looks good。 OK， 所以这个要怎么用？这样子这样子拉，然后扣住，对吧 ？OK， 好，我们现在来试试看。OK。其实说真的，我就闲聊哈，我刚刚不知道我会用到什么工具，所以我准备了1字起子，准备了这个因为有些是用凤梨头的那个表带用的那个插销，那有些是用螺丝，所以我不知道我会用到什么，所以我就都准备了。但基本上大致上就是准备这3个，一个是升耳器，然后一个是1字螺丝，然后一个是这个可以把那个插销挤出去的这个。那其实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便宜。那我这2个是在 Uncle Strap 买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品质比较好一点。我用过非常多大陆品牌，其实这些应该也都是大陆做的，就是都是消耗品。其实工具还蛮多都是消耗品，除非你真的要买到德国或瑞士的那些品牌，那通常那一支可能就800、900、1000了，跟这个的价格实在差太多。就我不觉得大家应该去做这方面的投资。OK， 说回来，1万块在现在这个年代可以买什么？最新的一只 iPhone 都快要4万块，随便一双屌一点的鞋子也8000、1万是很正常的事情。那随便请朋友吃个饭也会喷8000、1万，所以基本上1万元你能买到有太空、有故事、有复古、有自制机芯的手表，不用我说，应该很划算。而且你也不需要像 Moonwatch 一样花几十万，对不对？还要担心刮伤、保养、SRPL。
就是有那种很凶的一个选择。OK， 我刚刚看了一下影片，他要先把这个弹片固定住、卡住，听到 click 之后，然后这个就可以开始操作。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倒钩，直接把它挂上来。OK， 没挂到，再一次。OK， 这个需要习惯一下。如果不是很习惯的人，应该会不习惯这个带法。OK， 这样子我们就带成了。It's not easy, bro. OK， 终于带成功了。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装的这个表带。好，我们讲回来吧。这个表只要1万多块，那也不用花你像 Moonwatch 一样20几万，所以就是一个可以玩造型、玩你自己觉得喜欢的品味。那表带整个的做工，我觉得非常的精致，很精致，也很精密。我真的不得不说，怪不得他们是这个100年的老厂，以前高级表都要跟他们合作的原因。OK， 所以我今天大致上，我觉得 SRPL 本身它就是一只很棒的 Seiko 的复刻表。那尺寸亲民，设计忠于原版，那一颗稳定的机芯。那当它搭配上 Forner Comfort Mesh 这条表带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复古的味道就拉到另外一个层次去。对，所以如果你们有其他 Seiko 5的，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搭配它的表带，也许你们会搭得比我更酷。OK， 老样子，今天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 ，Anyway， 帮吉米按个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如果跳出广告，麻烦大家帮我多看10秒钟，这对我跟小编来说是生存的动力哦。不管你今天带的是一支1万，还是一支几十万，还是一支5000块。甚至是1万块的 Seiko， 总归一句话，手表它没有办法留住时间，但它提醒着我们，每一分每一秒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那希望大家更珍惜身边的人。OK， 我是烂手人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